一个人是因为命不好，所以才长得苦，还是因为长得苦，所以命不好？古人常说相由心生，但身为关注脸型与呼吸道的医生，我发现相也由气生，意思是你怎么呼吸，决定了脸部骨骼怎么生长。你好，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，我是马永昌医师。今天我们要从医学的角度来探讨4大面相特征，以及你是否能够用科学来改运。传统面相学常提到的苦命脸特征包括有眼神涣散、深眼袋与泪沟、鼻梁塌陷、脸颊凹陷等等。命理专家会告诉你，这类面相代表一生劳碌，财守不住。所谓的苦命脸，在医学上看来，还真的代表你的地基与气出了问题。从颜值结构学的角度来看，苦命脸的许多特征都是鼻上颚复合体发育不良的表现。接下来我们要帮大家一一拆解4大苦命脸的特征，并告诉你怎么样从地基的底层逻辑破解苦命脸。按照面相学的解释，眼睛是灵魂之窗，代表你的心境与贵气。而苦命脸的第一大特征就是两眼无神、3白眼。现在你可以拿起手机，打开相机，先拍一张自己脸部放松时直视前方的正脸照，还有一张抬头挺胸收下巴时的侧脸照。我们等一下要用到这2张照片来帮你做骨相分析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正面照，如果你的黑眼珠下方露出的眼白超过了1毫米，这就是俗称的下3白。面相老师说，若一个人有两眼无神与下3白眼，这类人行事比较容易冲动，容易有血光之灾。但在医学上，这是中脸发育不良的典型特征，中脸地基塌了，上颚骨支撑不足，所以下眼睑往下掉，才露出这截让人看起来感觉很累、很凶的眼白。接下来看一下你的侧脸照，你可以从眼球最前面的角膜垂直往下画一条线。如果你的苹果肌，也就是颧骨落在这条线的后面，就代表了你的中脸有支撑不足的问题，眼睛下方的软组织就会因为失去支撑而下垂。最后我们再回到正脸照，看你的眼角线，把眼头的内眼角跟眼尾的外眼角连成一条线。正常情况下，外眼角应该要比内眼角高出5度，如果外眼角太低，就会有悲伤的眼神。命理老师说，这类人容易情绪化，判断失误。从医学的角度看，这还真的有几分道理。因为情绪控制和判断能力都和大脑的 CEO， 也就是前额叶有关。前额叶是负责注意力、自我控制、情绪调节、理性决策和推理判断的脑区。如果孩子从小就因为鼻子过敏而长期口呼吸，不只会影响他的上颚和鼻呼吸道的发育，更重要的是，口呼吸容易造成睡眠品质的下降，甚至出现睡眠呼吸中止。而前额叶偏偏是对睡眠不足、睡眠片段化和间歇性缺氧最敏感的脑区之一。长期睡不好，大脑就会像每天都没有充饱电，前额叶的功能就会下降。因此，有些小孩就会表现出坐不住、容易冲动、上课无法专心，甚至会被认为是 ADHD。但真正有需要处理的问题，其实是睡眠与呼吸。如果你对这个题目有兴趣，欢迎帮我看这支影片。在面相学里，颧骨象征了权力、事业与人际关系。苦命脸的第2个特征是低陷的颧骨与平坦的双颊，缺乏苹果肌。颧骨低和塌鼻，这都是中脸发育很差的典型特征。面相老师说，鼻子主财，塌鼻就代表守不住财。鼻梁塌陷代表了鼻呼吸时的阻力很大，就像是你重感冒的时候鼻子不通的情况。鼻呼吸阻力很大，气就进不来。这类人常有着上呼吸道阻力症候群，这就好像他们常年都在做恒河猴口呼吸实验。他们不仅睡眠品质糟糕，容易眼神涣散，有着很深的眼袋与泪沟，而且脸型还会逐渐变得越来越苦命。难怪命理老师说，这类人贵人运弱，在职场上难以掌权，处事较无法坚持，容易劳碌而无功。你想想，睡眠差的人，负责自我控制的大脑前额叶就容易被影响，所以他们容易心浮气躁，沉不住气，没耐心，自然难以坚持到底，获得成功，更不像是能够被委以重任的人。想不到睡眠呼吸竟然和许多的面相观察不谋而合。第3个苦命脸的特征是嘴巴小且常开开，这就更经典了。这分明就是在说口呼吸的人。
嘴巴常开开，面相老实说，这可聚不了财。2018年，美国知名的科学记者 James Nestor 和瑞典的呼吸专家 Anders Olsen 为了证明口呼吸对人体的危害，在严密的生理监控下，用自己的身体进行了为期20天的人体极限实验。实验的前10天，他们用矽胶完全封住自己的鼻孔，强迫自己只用嘴巴呼吸。结果短短几天内，两人的血压飙升，心率变异度直线暴跌，身体感受到极大的痛苦，甚至引发了严重的睡眠问题与呼吸中止症。实验后的10天，他们恢复只用鼻子呼吸，结果神奇的是，之前的高血压与呼吸中止症的症状，几天之内就全数康复了。这个实验直接证实了人类的身体是为了鼻呼吸而设计的，一旦偏离这个机制，身体的崩坏速度会相当惊人。如果这种状况从小一路持续到成年，人生走得比别人辛苦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如果你对这个题目有兴趣，可以帮我看这支影片。最后第4个苦命脸的特征是下巴短促内缩。面相老师说，这叫三才不均，也就是你的上中下3等脸型，下脸特别的短。下巴短或后缩，在命理学上代表了晚年运势差。而在医学上，下巴后缩是气道空间被挤压的铁证，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高危险群。下巴后缩的人为了打开狭窄的呼吸道，他们被迫弯腰驼背，变成乌龟颈，像魔戒中的咕噜一样。这种脸型也常给人企图心不足的感觉，但其实这是因为你整晚睡眠中都在缺氧，电都充不饱，你还拿什么跟人家拼？这类人越到晚年，就越会因为长期缺氧、身体发炎与自律神经的失调而发展出一身的病痛。显然，他们的晚年不会很好过。既然脸型的影响这么大，那可以透过 Face Off 来改运吗？从心理学来看，这还真的是有帮助的。这叫做脸部回馈假说。心理学的研究发现，脸部肌肉的状态会直接影响自身的情绪。当你改变了自己的脸型，例如改善了下垂的嘴角，大脑接受到的负面讯号就会减少。所以说，当你看起来不再很累，你的大脑也真的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累。研究显示，超过87%的人在改善脸部凹陷后，自尊心都有显著的提升。如果你因为外貌改善而充满了自信，你就会更愿意与人合作，更开朗，自然能够吸引到贵人。这就是从心理学角度解释的开运。你透过改变外貌，打破了负面的心理连结。那你现在一定会问马医师，那我天生苦命脸就只能认命吗？运气，重点不是运，而是气。医美可以改运，也就是短期的印象，但要改气，也就是长期的睡眠呼吸健康与抗老的骨相脸，就只能从地基着手。有些人觉得自己下颚后缩，跑去垫下巴，但垫下巴只是伪装，并没有对你的睡眠与呼吸有任何实质的效益。要改变你的苦命脸和睡眠呼吸，就要回到我们的颜值结构学，看一看原本一个健康漂亮的颅颜结构应该是长得什么样子。看完这支影片，你可能会说，马医师，你这么注重外貌这件事情是不是太肤浅了呢？不，一点都不肤浅，因为外貌其实是可以计算出价值的。你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颜值溢价吗？一项针对 MBA 毕业生长达15年的追踪研究发现，颜值前10%的人每年平均多赚17.5万台币，而且这种差距会随着职业生涯越拉越大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些人日后担任管理阶层等显赫职位的几率，竟然也高出52.4%。颜值溢价其实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光环效应。简单来说，当我们对一个人的印象很好，大脑就会自动脑补，认为他在才华、品格或工作能力上一定也是同样优秀。反过来，如果你长了一张看起来很累、很苦的脸，社会就会在无形中给你反向的丑陋惩罚。如果你周遭也有苦命脸的朋友，记得把这支影片转发给他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，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马永昌医师，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